经常在维多利亚山殖民的朋友都知道，在科技没有点出奎宁和疟疾预防的时候，贸然殖民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因为热带地区基本都拥有疟疾和恶性疟疾的特质，不是本地人的话，殖民不仅速度慢，还容易死人。那么现实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好，我是百会品群。疟疾这是一个对新一代人挺陌生的事物，顶多在高考以诺贝尔奖青蒿素的形式来走过场来考各位化学或者生物的基本功。好的，既然你已经学过了高中生物或者化学，那接下来疟疾的病理过程想必对你来说非常简单。疟原虫通过文哥哥这一中介，通过血液循环把自己输送到肝脏。尽管疟原虫有裂殖子、裂殖体、配子体、滋养体这些乱七八糟的形态，但我们依然把它们视作叫疟原虫的坏，也就是说这些坏在你的肝脏细胞里大快朵颐。再接着，肝细胞被暂时无性繁殖的疟原虫撑爆了，随着血液循环又去寄生至红细胞的体内又一些无辜的红细胞被撑爆了。如果恰好又来了一位幸运嘉宾，另一只文哥哥来吸你的血，好了，这么一个完美的闭循环就完成了。临床上，所有疟疾都会有间歇热的特点，民间叫打摆子，或者现代一点的说法就是烧山火和透心凉的量子叠加态。前8个小时你可能还好呀，也就稍微想吐，恶心，不热呀。半小时后你的体温直接暴涨到40度，40度哦各位。再接着体温又降到36.8左右的温度，便这么如此循环往复。这是所有疟疾都会有的特点。一般临床上这种普通的疟疾，我们一般称之为3日疟或者间日疟，痛苦而不至于轻易死人，即我们维多利亚山中所谓的黄色疟疾。那红色的恶性疟疾是什么嘞？当然有啦，客官，非洲大舞台有胆你就来，在这片勃勃生机、万物锦发的热土上，自然会孕育出适宜黑宝宝的恶性疟原虫。听到恶性这个词，本地的黑叔叔纷纷立马点出了镰刀状红细胞贫血这一先进科技。这恶性疟原虫相比其他疟原虫的亲戚就更猛了，它们可以让红细胞变得黏黏的，红细胞粘在一块，类似血栓似的，堵住较大的动脉血管。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这儿肾衰竭引起的黑尿热，这儿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精神改变以及癫痫，典型的脑疟呀。原来是多脏器衰竭呀。我们在科技树上可以看到，先有奎宁，研究后可以移除黄疟惩罚，并且可以在红疟地区殖民。而疟疾预防是比较靠后的科技，这个科技点了才可以移除红疟惩罚。这个先后顺序可能会让人疑惑，我去，你们药物都发明出来了，预防真的看上去有那么重要吗？实际上确实很重要。所谓奎宁，也只是从美洲特产金树大树皮的提取物，作为丁剂的经验式用法。当地人说有效，可以治疗寒热往来，自己人试了，确实有奇效，带上吧。实际上，对于疟疾的重要中介蚊子，直到1898年，2位意大利医生亲自让感染疟原虫的蚊子吸自己的血，再接着成功感染了疟疾，世人才知晓，天哪，是蚊子呀！在这之前，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基本都是用瘴气理论来解释的。2个世界的人就像凝视克苏鲁似的，去看待这些去了就会寒热失常、死翘翘的鬼地方呀。刚刚说什么来着？意大利是吧？疟疾可不是黑叔叔热带地区的专属福利环地中海和中国南方地区广泛存在地中海贫血的基因型分布，尤其是南方各类沼泽地区，这种简直就是文哥哥的地上天国呀！直到1882年，意大利制作了一张疟疾分布图，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不罗马吗？怎么那么沉啊？人多呀，那没事了。这不威尼斯吗？本来就是遍地沼泽呀，那也没事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批社制作疟疾特质也主要针对黑叔叔这些部落址欠开发的地区。而当今疟疾依然高风险的巴西亚马逊地区、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这些地方相比黑叔叔来说还是太过于开化了呀，所以就没给这些地方疟疾特质。但并不意味着当地在现实里面不存在疟疾。实际上，这种主要由文哥哥作为中介的寄生虫疾病，即便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100多年后的2025年，都一直在困扰着生活在热带地区的黑叔叔们。尤其是疟原虫还不断在叠，针对奎宁和氯喹的耐药性，在现代针对细菌的抗生素选择上，我们选择非常多。1代到4代头孢、喹顿酮类、氨基糖苷类等等等等。然而，针对疟原虫选择就这么几种，少就罢了，副作用还很大。传统的奎宁甚至能诱发患者的夜黑尿热。直到70年代后，涂女士以及他们的团队在翻遍古方，不断药理实验后，青蒿这一充满东方色彩的中药材也被现代化、工业化，去救黑叔叔的命，乃至成为疟疾的首选药物。OK， 我是百会已经期待与你下期见面。